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我们今天呢，不是要讲这个Soundbar开箱，也不是要讲这个选购上的建议，我们要讲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反诈骗的宣导。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反诈骗宣导呢？因为在上个礼拜3月14号，我们频道的账号被盗，那所以我觉得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们遇到这个被盗的状况，以及呢我们怎么去处理。然后顺便也跟大家就是机会来宣导一下反诈骗这个事情哦。好，那先讲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就是3月14号，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天。那下班之后我就回家，晚上再用笔电看一些这个公司的资料。那这时候我的手机突然跳出一个 Gmail 通知，讲说，你的频道正在直播。那我就想说，这个时间点，因为那个时候已经靠近11点30几分还是40几分了，很晚，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是因为我们公司的账号，它底下有很多的这个小管理员。他们都可以有机会去上传影片，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同事不小心按到，可能他在看什么影片，按成直播之类的。但我后来看一看这个信件当中的直播的标题，我说不太对，因为他讲的是一个什么英文的人名，也要讲说比特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一个价格的预测。那这是我第一个时间点想到，就是说啊，这个是诈骗。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账号，公司的账号或者是有管理员账号被盗了，所以我第一个事情呢，就先把这个一个。这个比特币的直播呢，先把它暂停。然后暂停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有大概4000多人在观看吧，就观看人数还蛮多的。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的频道有一位观众，应该是观众啦，他直接私讯我们的脸书粉专说，我们账号被盗了这样。所以也是很谢谢大家，就是在那么晚的时间还那么关注我们频道。然后就第一个把直播影片关了，然后第二个我还看一下我的频道，我们被留什么奇怪的留言。以及呢，那时候我的频道的大头贴，然后背景的封面，以及我们频道的名称都被改成叫做Strategy。其实它就是在讲说一个跟比特币有关的公司叫做 MicroStrategy 相关的一个讯息啦。反正它就被改了，我就把它先改回来。然后呢，我再看一下有哪一些管理员账号可能是被盗的。那其实这个被盗的账号它非常容易发觉就是如果你看到他们的大头贴，就是被盗账号，它会直接改成一个橘色的 logo， 然后上面就写 strategy， 反正就是一个公司的名称。然后就把它都改完了之后，其实我当下不是想说，我们频道被盗了，然后我们会被封啊，我们会被锁，或者是如果我回溯的话，那个点阅率会丧失多少？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说，有频道的观众因为觉得说，相信我们的专业。他可能看我们突然播一些什么虚拟货币或什么的，他也有兴趣，他就看了以后点了什么奇怪的链接，钱就被骗了。所以反正整个晚上呢，我都在弄那个我一方面呢就在检查我们的频道，我们被留奇怪的留言。第二个呢，我就自己想办法把这个被盗的管理员的子账号呢，去把它做回复、更改密码动作。但我这时候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盗我这个管理员账号的人啊，他把我的认证的信箱，还有把我认证的手机都全部改掉了。所以尴尬的事情就来了，我整个晚上我是不能去改我的这个管理员账号的，但没关系，反正我的主账号没有事情，我就直接把我所有的管理员账号的权限都全部把它踢掉，都把它关掉。那这个事情呢，到了隔天15号的早上，那早上呢我就寄信给这个，因为像我们 YouTube 有开如果你到一个订阅数，你是可以开盈利的。那你开盈利的时候，当然你有广告的收益之外，你还会有一个，它会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可以信件联络啊，会有专员就是直接跟你做服务这样子。那我就马上寄信，我寄信给这个专员之后，其实他很快就回复了，然后我们接着就开始信件的一些往来。因为我的那个管理员的子账号啊，他的信箱跟电话都被改了嘛，所以我连要认证，我要改密码我都认证不过。反正我们后来就透过人工书信的方式跟这个 YouTube 官方来做联络，然后把我的子账号给它变成正常的，然后我的主账号也请他们 YouTube 官方帮我来做个回溯，就是我在那个时间点之前的状态，把它回到那个状态。因为那个只是被盗，假如说3月14号11点50分之后被改了什么，其实我可能不是全部都知道，我也可能有东西漏掉这样子，所以我就请他们官方帮我回溯了一下。那这个事情呢，就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这样子。那后来其实我有想了一下说，为什么会被盗？如果问一下我们的一些管理员的账号，我有看一下他们每个人电脑，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因为有下载到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加上防火墙没有关，那下载了之后他可能就是没注意到，然后就可能晚上当天可能才下载1-2天吧，然后马上晚上账号就被盗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最后呢，它还是算是圆满结束了这样。那再来呢，我就观察一下这个诈骗的他们的一个手法。其实我看到我的频道那时候正在直播嘛，我就把这个直播的标题直接拿去 YouTube 上搜寻，结果我发现，其实我那天的晚上我就在做这个事情了，就是
有一些没有在用的 YouTube 频道，其实它的订阅数可能也很高，可能有的是几千甚至上万的都有。他们有大概3、4个频道，同时都在做这个比特币的一个直播。那它这个里面的直播是一个讲者叫做 Michael Saylor。那我们题外话讲一下，他们这个直播在讲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美国的公司的老板，他叫做 Michael Saylor。那这个公司呢也非常有名，叫做微策略 MicroStrategy。简单讲，他们这个公司做什么事情，就是他们公司本来有一个本业嘛，那这个大家可以先忽视不管。但他为什么现在在跟比特币扯上关系呢？就是他现在这个公司，他会把他所有的收入，以及呢他会去发一些这个去跟银行借钱，或者去发一些债券、公司债。那他去把他的这个钱呢，全部呢去买进这个比特币。而且呢，他们这个微策略的老板这个 Michael Saylor 讲说，其实他长期是看好比特币上涨的，所以你看到每次的标题可能有讲说啊，比特币一颗现在要目标朝向10万美元，然后接着要朝向20万美元，那可能旁边就会有这个 Michael Saylor 的一个头像。所以呢，这你可以理解成，简单讲，这个公司就是它的本业呢，就是已经变成跟炒股有点像，只是现在变成炒虚拟货币。本身这个影片讲的内容呢，它可能是做比特币的一个分析，但我觉得最后它这些诈骗集团要怎么样引诱你去汇出你的钱呢？其实我觉得想法很单纯，就是他讲说这个比特币会怎么样涨，这个虚拟货币多好赚，那最后就希望你去投资嘛，你汇一笔钱去投资嘛。所以我跟大家这么讲，就是其实任何的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然后我觉得在网络上，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第一个当然是大家买东西变得很方便比价也变得很方便，但第二个事情就变成说你的被诈骗的几率同时也提高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对于任何网络上的人啊，其实要你做汇款或做刷卡动作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要特别小心的。尤其是其实我们之前还有遇到案例，就是说，像网络上不都有露天平台跟虾皮平台吗？有消费者就传讯息来跟我们讲说，其实也不是消费者，他已经被骗完了。他就说，他都在这个虾皮上面有看到我们麦式音响，然后去贴某个商品，但是价格是超级便宜的。然后他就跟这个卖家私讯，就是图都是用我们的，然后呢，频道可能他的那个大头贴也是用我们的。然后等他聊完之后呢，那个卖家就跟那个被骗的人讲说，你要现金汇款，那我才可以给你这个优惠的价格。但那个价格其实坦白讲，真的蛮不正常的啦。那这个消费者呢，他可能就觉得啊这么便宜，那我真的很想买，然后又觉得说麦式音响这个店家那么大，应该不会骗人吧，所以他就汇款。然后那时候他汇款的那个被骗人，后来他有传其实他有传经过，有传一个汇款的账户给我们看。那个卖家诈骗集团的人叫消费者他汇款到一个私人的账户，所以我觉得这边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症结点，就是网络上任何的人啊，尤其是你买东西，你跟一个大的公司买东西，就要你汇款到私人的账户，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起码你要汇款到公司户这样子。当然你说现在有没有可能汇款，他会把这个汇款的照片把它改掉，把它名称改掉，就是你可能汇到私人的账户的号码，但是它的名称上面写的是这个公司的账户，我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大家从沟通的开始，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就尤其扯到汇款这个事情要特别注意。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讲到这个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刚刚讲说他用这个比特币的演讲嘛，他讲说这个比特币多棒，然后最后希望你去投资，要你弄钱这样子。然后讲到投资，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我觉得很多的消费者是这样，他比价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认真，然后他会非常的假如说他会查做作业啊、做功课啊，某个电商平台现在折扣是多少钱啊，那配上这个信用卡回馈是几%。但是一扯到投资，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别人讲的多好赚，然后你就会心动，就有些人他就会心动，然后就想掏出钱来，就是对方跟你不熟，然后或者是你看到一个你完全不懂的东西，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好赚，然后看到很多人好像投资这个虚拟货币赚了很多钱啊，然后就是你也想要来跟风来赚，赶快赚一下钱这样。就我讲一个事情，就是光投资这个 MicroStrategy 微策略这家公司，其实坦白讲，我觉得一般人就不太能承受说他们的这个波动率，因为他们这个微策略公司有讲说，比特币大家知道虚拟货币容易这个暴涨暴跌嘛，他们常常讲说这个虚拟货币一夜致富啊，少年币神，那有那种少年币神一夕之间就赔光光要直接跳楼的。但是呢，微策略这个公司的老板他讲说，这个虚拟货币它有波动很大，那也正是因为波动很大，所以这样才好，因为他觉得它长期是会上涨的，但是又有那么大的波动率，所以他每一次下跌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买点。但是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呢，你摆到正常人身上是大家的心脏是承受不了的。我讲一个最现实最实际的事情，就是说，在2024年，就是去年的年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所有的新闻都在报说，一个 AI 的 NVIDIA 黄仁勋很红嘛，然后那时候它的股票也是涨到一个非常夸张，我记得那时候从800多块美金一股，900多块，1000块美金，那时候每天的新闻都会报说，哦，它的股票又涨了，然后什么那时候从1000美金，然后到1100、1200，就是还有分割过股票这样子，然后最后变成1300的一个价位。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网络上所有的一个股票的讨论的社团，每天都是在跟大家讲说，就大家要把所有信贷、房贷都借钱了，就是去 all in， 全部去买这个NVIDIA 的股票。那接着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在去年的5、6月嘛，他接着就直接从这个1300块直接跌到没多久就直接跌到900块，然后反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来了嘛。然后在2025年，应该是今年的1月还是2月吧。那大陆那边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新的 AI 模型叫 DeepSeek 嘛，结果这个 NVIDIA 的股票呢，又直接从对应价位的话，应该是1300多块，然后瞬间又回到了我记得差不多快1000块的一个价位。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网络上的讨论，那时候风向是这样，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大家都会讲说啊，要借钱买这个 NVIDIA 的股票，你就是借钱都去买就对了。然后从那个年中价格有往下杀了一段之后，你就开始看到大家慢慢就这种借钱的言论就开始没有了这样子。那今年2月又跌下去了之后，大家的讨论就开始讲说，是不是已经赔钱了？是不是要开始就不玩了，就是认赔出场了这样。所以我觉得波动率大的一个投资对每个人来讲都不见得能承受得住。况且很多人对这个虚拟货币你是完全不懂它的价值的。那当然我觉得它微策略这个公司，当然为什么它的股票会涨，有一部分是因为有一些人或有一些目前国家的法规呢，是不准你直接去买虚拟货币相关的一个投资产品的。假如说你会看到，假如说富邦银行会跟你推说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以太币或者什么这个比特币的一个基金吗？不可能嘛。然后或者是我记得法规现在都规定说，如果你是台湾的券商啊，你基本上你去买国外的这个金融产品也是不能买，就是一般消费者是不能买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买微策略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呢，其实你间接的是在投资比特币啊。当然，我觉得对一般人的印象或对一般人来讲，这不是一个好像很正经的事情啊。那就有点像题外话，就是大家在了解这个诈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一些这个金融的知识哦。好，所以总结来讲，就是我觉得去年的时候也真的很多那种股票的诈骗的，像脸书很多诈骗的那种连结，就是像什么有说什么陈文茜啊，他说啊，我把我所有的什么投资心法都交给你，还是什么张忠谋就想说，我成功了，我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不是我会经营台积电，是因为我更会经营股票，所以我要把这个所有的心法传授给你。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哦，就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那么好赚的事情，其实通常好赚的事情不会公开跟大家讲，都是自己默默的在赚。所以呢，就是做任何的投资之前，要自己的脑袋想一下，然后自己稍微理解一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的总结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现在网络很方便，但是呢，同时诈骗的这个对于诈骗集团来讲，他们也是越来越方便嘛。假如说他们要贴一些诈骗的连结，而且它会以非常多的形式去出现。像假如股票红，它就用股票嘛；那假如说什么虚拟货币红，它就用虚拟货币嘛。或者是像有一些色情的诈骗也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谨记一个事情，就是今天如果任何人要你汇款呢，第一个你真的不能汇到就是一个私人的账户，只要汇到私人的账户，你都要很小心这样子。像我自己，我是把线上转账功能都关掉。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多用信用卡交易吧，因为信用卡交易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延迟支付的功能。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大金额，你又是网络操作不是很熟悉的人呢，我建议你还是找个实体的店家，或者是你直接找人实体见面的一个交易哦，因为毕竟台湾我觉得相对来讲实体交易还是蛮安全的这样子。所以呢，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网络购物或者是网络浏览资讯的时候，对于诈骗是要非常的小心哦。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